我爸是做消防器材生意的，3天前他接到了一笔紧急订单，给各个单位供货。这次的订单很奇怪，数量极大，而且要得特别急，要求当天必须送货，都是应急物资，手电筒、防毒面具、应急灯、防护服。我爸挂了电话，眉头紧锁。他做这行10几年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大规模的应急采购，而且他打听了一下，不止他们公司，全市的消防器材商都接到了同样的订单，这是要出大事的架势。晚饭的时候，他跟我们说：“你们记着，最近别出门，多买点吃的放家里。”我妈没当回事，说不定是有什么演习呢。演习不会这么急，也不会这么保密。我爸摇摇头，我心里不踏实。这样，明天开始咱们也备火。第2天他就行动了，首先是把仓库里的消防器材挑实用的往家里搬，强光手电、应急灯、防毒面具、灭火毯、缓降绳、破拆工具，装了满满一越野车。这些东西关键时候能救命。他说，然后是囤物资，他直接从合作的供货商那里拿货，价格优惠，而且量足，大米、面粉、食用油，各种方便食品，整车的拉。他选的避难所是他自己的仓库，那仓库在物流园的最里面，独栋，3层楼高，1层是仓库，2层办公，3层可以住人。墙体是混凝土的，非常结实，窗户都有防盗网，大门是厚重的卷帘门，这地方安全，物资也方便存放。他带着我参观，而且物流园有围墙，相当于双重防护。他让人把1楼的窗户都焊死，只留几个通风口，装上铁丝网。卷帘门里面又加固了一道钢管门，2楼、3楼的窗户也都装上了防盗栏和钢板。第2天下午，情况开始恶化，街上出现了很多警车和救护车，还有穿防护服的人。超市开始被抢购，很多货架都空了。我爸加快了速度，又采购了大量的药品、饮用水和日用品。他还买了2台大功率发电机和足够用半年的柴油。水电是生命线，他说有了电就能抽水，就能照明。第3天早上，我们全家都搬到了仓库。我妈在3楼收拾卧室，我和我爸在1楼整理物资。正忙活着，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了尖叫声。我跑到窗边，掀开窗帘，一脚往外看，物流园门口几个人正在追着一个人跑。那些人动作僵硬，跑得却不慢，嘴里发出呵呵的声音。被追的那个人摔倒了，很快就被围了起来。我猛地缩回身子，心脏狂跳。爸，是真的，我声音都在抖。我爸脸色发白，但还是强作镇定。别慌，他按住我的肩膀，把卷帘门放下来，锁死。从今天起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开门。厚重的卷帘门缓缓落下，隔绝了外面的世界。仓库里安静下来，只有应急灯亮着微弱的光。我爸站在门边，听着外面越来越近的嘶吼声，握紧了手里的消防斧。儿子，记住，他低声说，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。卷帘门彻底落到底的那一刻，外面的嘶吼声像是被一层铁皮捂住，沉闷地撞进来，一下又一下，敲在每个人的神经上。我攥着手里的撬棍，指节发白，腿肚子还在不受控制的抖。10几分钟前，我还以为这只是一场被过度渲染的公共卫生事件，是做了10几年消防生意的父亲太过谨慎。直到亲眼看见那些人扑倒同类，牙齿咬进血肉里的画面，所有侥幸都在瞬间碎成了渣。父亲的脸色也白得厉害，但他握消防斧的手很稳。他先是蹲下身，检查了卷帘门的地锁，又伸手推了推门板，沉声道：“这门是双层镀锌钢板，普通冲撞破不开，但架不住尸群堆起来撞。儿子，跟我搬货架，顶在门后面。”我跟着他往仓库深处走，应急灯的冷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。1楼是整间仓库的核心，顶天立地的重型货架上码满了消防器材，从家用灭火毯到工业级破拆工具应有尽有。我们挑了4个装满干粉灭火器的托盘，并排抵在卷帘门后，又用2根手腕粗的钢管斜撑住地面和货架，做成3角加固结构。3角结构最稳，能卸掉大部分冲击力。父亲一边调整钢管角度一边说，语气里带着职业性的冷静：“丧尸没智慧，只会硬撞，只要我们不发出大动静，他们搜不到活人气，很快就会散开。”母亲这时从3楼走下来，手里攥着一条毛巾，脸色煞白：“老张，外面到底是什么东西？”我在楼上听见叫声了，跟疯了一样。别问了，不是好事。父亲走过去，按住母亲的肩膀：“你上去把所有窗户再检查一遍，钢板都扣死，通风口用湿毛巾堵上一半，别让声音传出去。再把被褥都抱下来，今晚我们就在1楼凑合一晚，轮流守夜。”母亲嘴唇动了动，没再多问，转身又上了楼。她就是这样，一辈子信我爸的判断，天塌下来也先听他安排。我靠在货架上缓神，目光扫过仓库里的物资，心里慢慢有了点底。父亲这些天搬回来的东西几乎堆了半间仓库，强光手电20多把，都是防水防摔的警用款，续航12小时，亮度能晃瞎人眼。过滤式防毒面具30个，防生化烟雾级别的，灭火毯50张，阻燃耐上1000度高温，高碳钢消防斧4把，开山斧2把，刃口锋利的能直接劈碎砖块，还有2套完整的破拆工具组，液压剪、扩张器、撬棍一应俱全。除此之外，角落堆着几十袋米面和上百桶饮用水，2台大功率发电机靠在墙边，旁边码着整整齐齐的柴油桶。爸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会出事？我忍不住问。父亲蹲在地上整理燃烧瓶，他用空玻璃瓶装了柴油，瓶口塞着棉布条。闻言抬头看了我一眼，干我们这行的永远信一句话，宁可备而不用，不可用而无备。那天全市都在紧急采购应急物资，我就知道不对劲儿。演习也好，真出事也罢，多囤点东西总没错。他顿了顿，声音低了些，就是没想到会是这种事。天一点点黑透了。
外面的嘶吼声渐渐密集起来，物流园里到处都是游荡的身影，他们撞各个仓库的卷帘门，砰砰的闷响，此起彼伏，像敲在人的心脏上。有几次，几只丧尸停在了我们仓库门口，用身体撞门，顶在后面的货架都跟着晃，灰尘簌簌往下掉。我攥紧斧子，大气都不敢喘，直到他们晃晃悠悠的离开，才敢松口气。大概晚上9点多，外面突然传来了女人的哭声，夹杂着小女孩的抽泣，在死寂的园区里格外清晰。有没有人啊？开门，求求你们了！妈妈，我怕！声音离得极近，就在卷帘门外。母亲瞬间就红了眼，趴在门缝边听，是个女人带着孩子，就在外面。老张，快开门啊！再晚他们就没命了。不行！父亲毫不犹豫地拒绝，语气斩钉截铁。现在开门，声音会引来周围所有丧尸，我们都得搭进去。那可是个孩子。母亲急了，声音都带着哭腔。我们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被丧尸咬死吧？老张，你开门，我去拉他们进来，出了事我担着。我站在旁边，心里揪得厉害。外面的哭声越来越弱，取而代之的是丧尸低沉的嘶吼，显然已经有东西被吸引过去了。父亲眉头拧成一团，掀开窗帘，一脚往外看了一眼，脸色骤然变了。不行，再不开真来不及了。他猛地转身，快速布置。儿子，你守在门边，我数3声，你把卷帘门抬半米高，强光手电调到最大功率，对着外面照。我出去拉人，他们一进来你立刻关门，听懂了吗？我点头，手心全是汗，攥着手电的手柄滑溜溜的。1、2、3，我猛地抬起卷帘门，外面昏黄的路灯光涌进来，就看见一个穿职业装的女人抱着个7、8岁的小女孩，跌跌撞撞的往这边跑。他们身后3步远，3只丧尸正伸着爪子追，嘴里淌着黑血。父亲一个箭步冲出去，抓住女人的胳膊，狠狠往里拽。我同时打开强光手电，惨白的光柱直直对在丧尸脸上。丧尸被强光晃得猛地一顿，发出愤怒的呵呵声。女人抱着孩子滚进仓库的瞬间，我立刻松手，卷帘门轰然落下，但还是慢了半拍。最前面那只丧尸的胳膊被夹在了门缝里，腥臭的黑血喷溅在地上，腐蚀的水泥地滋滋作响。那丧尸疯狂挣扎，居然硬生生扯断了自己的胳膊，断口处黑血喷涌，他却像感觉不到疼，在外面更疯狂地撞门。拿灭火毯来，父亲沉声说。我递过灭火毯，他小心翼翼地裹住那截断肢，从门缝推了出去。丧尸的血有传染性，绝对不能碰伤口，以后但凡接触过外面的东西，必须用酒精消毒3遍。女人瘫在地上，抱着孩子浑身发抖。她叫刘兰，是旁边物流公司的老板娘，女儿叫朵朵，今年7岁。下午店里突然有人发狂咬人，伙计们跑的跑，死的死。她带着女儿躲在仓库柜子里，直到听见我们这边有动静，才拼死跑了过来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！刘兰哭得泣不成声，要不是你们，我们母女俩今天就没命了。母亲赶紧把他们扶到一边，递上水和面包，又找了干净衣服给他们换。朵朵吓得小脸惨白，紧紧攥着妈妈的衣角，不哭不闹，眼睛怯生生地看着四周。后半夜轮到我和父亲守夜，我们坐在卷帘门后的托盘上，听着外面此起彼伏的嘶吼，谁都没说话。我第一次觉得白天那个熟悉的物流园，此刻变成了吃人的地狱。爸，他们以后会怎么样？会越来越多吗？我轻声问。父亲沉默了很久，才说不知道，但我们得活下去。记住儿子，末日里最没用的就是害怕，越怕死得越快。我似懂非懂的点头，攥紧了手里的消防斧。大概凌晨1点多，困意一阵阵涌上来，我脑袋一点一点的。就在这时，头顶突然传来咔嗒一声轻响，像是金属被掰弯的声音。父亲瞬间站了起来，做了个噤声的手势，拎着斧子往楼梯口走。我心里一紧，赶紧跟上去。3楼是居住区，所有窗户都焊了防盗栏，外侧还加了钢板，按理说不可能有东西能上来。我们轻手轻脚地上了3楼，母亲和刘兰他们都被惊醒了，紧张地看着我们。父亲指了指头顶的检修口，那是通往楼顶的唯一通道，平时用个铁盖子盖着，上面压了块石头。此刻铁盖子正在微微晃动，下面传来指甲刮擦金属的刺耳声音。父亲示意我们后退，他自己慢慢走过去，猛地掀开了检修口的盖子，一股腥风扑面而来。我抬头看去，心脏骤然停跳，一只丧尸正挂在检修口边缘，他的手指深深插进了混凝土里，原本焊死的防盗网被他掰得严重变形。这只丧尸和楼下的不一样，身形更瘦，四肢齐长，指甲又黑又尖，最恐怖的是他的眼睛不是普通丧尸那种浑浊的乳白色，而是灰白色的树瞳，像野兽一样泛着冷光。他看到父亲，发出一声尖锐刺耳的嘶吼，四肢一蹬，猛地就扑了下来。父亲反应极快，手里的消防斧横着劈出去，斧刃狠狠砍在丧尸的肩膀上，高碳钢的斧刃深深嵌进肉里，却没能砍断骨头，像是砍在了硬橡胶上。那丧尸吃痛，爪子横扫过来，擦着父亲的胳膊划过，厚实的外套直接被撕开一道口子。父亲借着冲击力往后退，一脚踹在丧尸胸口，把他踹回检修口，同时猛地扣上铁盖，超过旁边的铁棍别住了把手。哐哐哐，铁盖下面传来疯狂的撞击声，连周围的混凝土都在掉渣。快，搬重物压住！父亲大喊。我们几个人合力把3楼的铁皮文件柜、装满工具书的纸箱全都压在盖子上。撞击持续了10几分钟，下面才渐渐安静下来。所有人都瘫在地上喘气。刘兰抱着朵朵，脸色白得像纸。那是什么东西？我声音发颤。丧尸还会爬楼？是变异的。父亲擦掉斧刃上的黑血，脸色凝重。普通丧尸没这么灵活，也没这么长的爪子。这东西不仅会爬，速度还比普通丧尸快得多。以后楼顶和外墙必须再加防护，所有外露的管道、防盗网都要处理掉，不能给他们借力的地方。接下来的2天，所有人都在疯狂加固防御。刘兰以前是护士，懂急救和护理，她接管了医疗区，把药品分门别类整理好，还教我们怎么消毒伤口，怎么判断感染迹象。朵朵很乖，不哭不闹，就跟在我妈身边帮忙整理食物包装。
从隔壁五金仓库过来的王浩他们5个幸存者，是第2天下午我们冒死接应进来的。他们的卷帘门快被撞破了，手里有电焊工具和大量钢材，正好能用来加固防线。王浩是个30多岁的汉子，以前干过装修，电焊手艺一流。他带着2个工人，在卷帘门后面又焊了一道钢管门，网格间距只有10厘米，既能伸斧子出去砍，又能挡住丧尸钻进来。1楼楼梯口也焊了同样的铁门，留了观察孔，做成了第2道防线。3楼外墙的防盗网全部加厚，边缘焊上了倒刺，楼顶检修口浇了一层混凝土，彻底封死。张哥，你这仓库简直是个堡垒啊！王浩焊完最后一道焊缝，擦着汗说：“要不是有你这地方，我们几个估计早就喂丧尸了。以后我都听你的，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。”父亲没说什么，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。第5天中午，我们调出仓库外围的太阳能监控画面，所有人都沉默了。物流园的大门已经被彻底堵死，密密麻麻的丧尸在园区里游荡，少说有几百只。他们不再漫无目的的乱撞，开始挨个仓库排查，用身体撞门，用爪子拍窗户。有几个防守薄弱的仓库已经被攻破了，里面偶尔传来短促的惨叫，很快又归于寂静。他们好像在搜人。李军沉声说：“他是王浩店里的工人，以前当过兵，身手最好。以前丧尸都是瞎晃，现在不一样了，像是有目标。”父亲盯着监控看了很久，眉头越皱越紧。不对劲，你们看，他们是分成小队的，一队搜左边，一队搜右边，配合的很有章法。话音刚落，桌上的对讲机突然刺啦刺啦响了起来。电流声过后，传来一个沙哑的男人声音：“喂，有没有人能听到？这里是 B 区12号五金库，我们这边撑不住了，门快破了，求求你们，是物流园的公用频道。”父亲拿起对讲机，报了我们的位置，问清楚对方的情况。那边一共3个人，都是食品批发的员工，仓库里有大量饮用水和罐头，但门已经变形了，最多再撑2个小时。会议室里瞬间吵了起来：“不能救，太危险了！我们这边人已经够多了，物资消耗也快，可是见死不救也太没人性了，人性值几个钱？开门引来了尸群，我们都得死！”父亲抬手压了压，示意大家安静，救，但不能硬来。他们仓库有饮用水和罐头，正好补我们的短板。下午3点，阳光最足，丧尸行动最慢，我带2个人从楼顶绕过去，用缓降绳接他们上来，其他人在仓库里待命，随时准备接应。最后定下来，父亲，我和李军3个人去。我们穿上最后的工装服，戴上护目镜和防毒面具，腰间别着消防斧，揣了3个燃烧瓶，从3楼窗户翻出去，顺着缓降绳滑到隔壁仓库的楼顶，再沿着楼顶一路往12号仓库挪。风很大，吹得人晃悠。我往下看了一眼，街道上全是游荡的丧尸，密密麻麻的，看得人头皮发麻。只要掉下去，瞬间就会被撕成碎片。别看下面，看脚下。父亲在前面低声说：“一步一步走，稳着来。”20多米的距离，我们走了将近10分钟，到了12号仓库楼顶，掀开检修口，下面3个人早就等急了，看到我们差点哭出来。他们把打包好的物资先吊上来，然后人一个个顺着绳子往上爬。就在最后一个人刚爬上楼顶的时候，楼下突然传来一声尖锐的嘶吼。我低头一看，一只长胳膊丧尸正扒在墙面上，飞快地往上爬，正是我们前几天遇到的那种攀爬变异体。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现了我们，速度快得惊人，几秒钟就爬了一半。快扔燃烧瓶！李军大喊。我摸出燃烧瓶，点着火扔了下去，火焰在墙面上炸开，那丧尸被烧得一顿，爪子却没松，反而爬得更快了。斧子给我！父亲往前一步，探着身子，等那丧尸爬到楼顶边缘的瞬间，一斧子劈下去，正好砍在他的脑袋上，黑血喷涌。那丧尸爪子一松，直直掉了下去，砸在尸群里，瞬间被围了起来。快走，这里不能待了！父亲喊着，带着我们往回跑。但刚才的动静已经引来了周围的丧尸，街道上的尸群像潮水一样往我们这边涌，密密麻麻的，看不到头。我们跑回自己仓库楼顶的时候，下面已经围满了丧尸，嘶吼声震耳欲聋。我们从检修口钻回3楼，刚关上盖子，就听到下面传来砰砰的撞门声，尸群被吸引过来了，全都围在了仓库门口。王浩跑上来，脸色发白：“张哥，不好了！”门口聚集了至少上百只丧尸，都在撞门，钢管门都开始晃了。慌什么？父亲往下走，把门后的货架再加固，用灭火器和水桶堆在门后。他们撞累了自然会走。我们守在1楼铁门后面，听着外面疯狂的撞击声，每一下都像撞在心上。钢管门的焊缝开始开裂，发出刺耳的吱呀声。有几只丧尸的爪子从网格里伸进来，胡乱抓挠。我一斧子砍下去，剁掉了2根手指，黑血溅在门上。撞击持续了整整1个小时，外面才渐渐安静下来。所有人都松了口气，瘫坐在地上。我抹了把脸上的汗，刚想说话，就看到监控画面里围墙那边的丧尸突然躁动起来，纷纷往同一个方向涌。紧接着，一声沉闷的巨响传来，像是有重物狠狠撞在砖墙上，整个地面都微微震了一下。父亲立刻凑到监控屏幕前，脸色一点点沉了下去。屏幕里，物流园3米高的砖围墙下站着一个巨型丧尸，他身高超过2米，胳膊比普通人的大腿还粗，浑身肌肉球结，正用肩膀一下一下地撞着围墙。坚硬的砖墙已经被他撞出了密密麻麻的裂缝，砖块簌簌往下掉。他每撞一下，整个园区都跟着颤一下。那沉闷的撞击声隔着几百米都清晰可闻。监控画面里尘土飞扬，砖墙的裂缝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扩大，所有人都挤在屏幕前，呼吸都屏住了。我的天，那是什么怪物？王浩声音发颤，丧尸还能长这么大？力量型变异体。父亲眉头紧锁，手指轻轻敲着桌面，比普通丧尸力气大10倍都不止。围墙撑不了3天，一旦破了，外面的尸群全涌进来。
我们这点防御根本不够看，危机感像乌云一样压在每个人头上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所有人都在连轴转的加固防线，清点物资。王浩带着人把1楼所有窗户都用钢板焊死，只留几个隐蔽的通风口。父亲带着我们在仓库门口的空地上布置陷阱、钉板、钢丝绳绊索，还有装满碎石的悬顶陷阱。只要丧尸触发机关，几百斤的碎石就会砸下来。但更棘手的问题很快出现了，物资消耗速度远超预期。9个人每天的饮水量、食物消耗量都很大，而且刘兰说，现有的抗生素和消炎药最多再撑1周。李军和另一个工人前几天加固外墙时被丧尸爪子划伤，虽然及时消毒了，但伤口还是红肿发炎，必须用抗生素压着，不然很可能引发感染，甚至变异。第10天早上，父亲召集所有人开了个会，必须出去搜集物资。他敲了敲桌上的园区地图，东南角有个副食品仓库，旁边就是社区药店，离我们大概800米，中间隔了3个仓库。狮群主要集中在大门和围墙那边，中间区域相对少。我们去拿水和药品，顺便看看有没有能用的工具。争论了半个多小时，最终定下来4人小队，父亲带队。李军当过兵有经验，王浩熟悉周边地形，我也坚持要去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，而且我不想永远躲在后面被保护。出发前，母亲给我整理衣领，眼圈红红的，一定要小心，跟紧你爸，别乱跑。放心吧妈，我没事。我拍了拍他的手，心里其实也打鼓，但面上尽量装得镇定。上午10点，阳光最烈的时候，丧尸行动最迟缓，我们出发了。从3楼缓降绳滑下去，落地后贴着墙根走，尽量躲在阴影里。街道上到处都是废弃的车辆，散落的货物和血迹遍地都是，偶尔有几只游荡的丧尸，都被我们悄悄绕开了。副食品仓库的卷帘门半开着，里面一片狼藉，货架倒了一地，地上有干涸的黑血。我们小心翼翼地进去，分散开，快速搜集物资。我搬了2箱矿泉水，又往包里塞了10几包压缩饼干和罐头。王浩在办公室里翻出了2箱打火机和固体酒精，也一并塞进背包。药品在隔壁药店，速战速决。父亲看了眼时间，低声说：“我们刚走出仓库大门，对讲机里突然传来留守的刘兰急促的声音：不好，有一群丧尸往你们那边去了，大概20多只，还有一个跑得特别快，像是之前那种变异的。”我们心里一紧，立刻往旁边的巷子里撤。刚拐进去，就看到街道尽头一道黑影飞速冲过来，4肢着地，像野兽一样，几秒钟就跑过了几10米距离，正是速度型变异丧尸。分开跑，往药店方向撤，汇合点在药店后门。父亲大喊一声，推了我一把，我和王浩一组往另一个方向跑。那变异丧尸却直奔我和父亲而来，速度快得惊人，风在耳边呼呼作响，我甚至能听到他爪子擦过地面的声音。往巷子里钻，那里窄，他速度发挥不出来。父亲喊着，拽着我拐进一条狭窄的货运巷，巷子很窄，只能容2个人并排走。那丧尸冲进来，速度果然慢了些。父亲猛地转身，把手里的干粉灭火器砸过去，丧尸侧身躲开，却被砸中了肩膀，踉跄了一下。我趁机摸出燃烧瓶，点着火扔过去，火焰在巷子里炸开，那丧尸身上沾了火，却毫不在意，嘶吼着继续扑过来。就在这时，巷子尽头突然冲出来4只普通丧尸，把我们的退路堵死了。前后受敌，我心里一沉。父亲把我拉到身后，握紧消防斧，沉声道：“别慌，先解决小的，再干大的。”2只普通丧尸率先扑过来，父亲侧身躲开，一斧子一个，精准劈在脑袋上，黑血喷了他一身，他连眼睛都没眨。就在我们清理普通丧尸的时候，速度型丧尸已经冲了过来，爪子直奔父亲喉咙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李军从巷子侧面的缺口跳了出来，手里拿着一根螺纹钢，狠狠砸在丧尸的腿上，咔嚓一声脆响，腿骨直接断了。那丧尸一头栽倒在地，父亲立刻冲上去，一斧子劈进他的后脑勺，黑血混着脑浆溅了一地。王浩呢？父亲喘着气问。李军脸色一变，没跟你在一起，刚才跑散了，我以为他跟你们一队。我们心里都咯噔一下，对讲机喊了好几遍，王浩都没回应。我们沿着巷子找过去，在药店后门口发现了他的背包和斧子，地上有拖曳的血迹，一直延伸到药店里面，他应该是躲进去了。李军握紧钢管，进去看看。药店里面很黑，货架倒了一地，到处都是散落的药品。我们往里走，走到储物间门口，就听到里面传来呵呵的嘶吼声，还有王浩压抑的闷哼。父亲一脚踹开门，就看见3只丧尸围着王浩，他背靠在墙角，胳膊上血肉模糊，手里攥着一把水果刀，还在硬撑。我们冲进去，几下就砍翻了丧尸。王浩瘫在地上，脸色惨白，左胳膊上有2个深深的牙印，黑血正往外渗。张哥，他嘴唇哆嗦着，说不出完整的话。刘兰在对讲机里听到了情况，沉默了很久，才低声说：“赶紧带回来吧，我尽量处理，但你们做好心理准备。”我们扶着王浩，一路小心翼翼地绕开狮群，赶回仓库。刘兰立刻给他清创、消毒、包扎，又给他喂了双倍剂量的消炎药。但所有人都清楚，被丧尸咬伤，几乎就是判了死刑。王浩自己也明白。晚上的时候，他把店里的钥匙、物资清单都交给了父亲，笑了笑，笑得很难看。张哥，要是我变了，你就直接动手，别犹豫，我不想变成那种不人不鬼的东西。父亲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没说话，转身出去了。我看见他站在窗边，背对着我们，肩膀微微动了动。夜里我值后半夜的班，靠在铁门边上打盹。大概凌晨3点，2楼突然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，紧接着是重物倒地的声音。我瞬间清醒，拎着斧子就往2楼跑。医疗室的门被撞开了，里面一片狼藉，变异的王浩正扑在那个受伤的工人身上，低头撕咬着。听到动静，他缓缓转过头，眼睛通红，脸上全是血，完全没了人形。而地上那个工人身体正在剧烈抽搐，皮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灰暗，指甲慢慢变黑，他也要变了。我
冲进去的瞬间，变异的王浩就扑了过来，他的动作比白天灵活得多，力气也大了不少。我侧身躲开，一斧子砍在他背上，斧刃嵌进去半截，却像是砍在了橡皮上，没能造成致命伤。父亲紧跟着冲进来，手里拿着液压剪，一下就剪断了他的小腿。王浩重重摔倒在地，还在往前爬，嘴里发出呵呵的嘶吼。父亲走过去，闭了闭眼，一斧子劈在他的天灵盖上，黑血溅在墙上，像一幅扭曲的画。另一边，变异的工人也被李军解决了。医疗室里血腥味混着腥臭味，刺鼻的让人作呕。刘兰缩在角落里，脸上沾着血，哭得浑身发抖。对不起，我没看好他，我以为他睡着了，不怪你。父亲声音沙哑，谁也没想到变异会这么快。这件事之后，仓库里的气氛彻底压抑下来，每个人都清楚，被抓伤咬伤就没有活路，而外面的丧尸还在不断变异，越来越强，越来越聪明。更让人绝望的是，围墙在第13天的时候终于破了，外面的狮群源源不断的涌进来，园区里的丧尸数量翻了1倍还多，把我们的仓库团团围住。监控画面显示，狮群不再盲目撞门了，他们白天分成小队巡逻，封锁所有出口，晚上就轮番冲击仓库，一波接一波，不让人好好休息。父亲熬了2个通宵，观察了很久，得出一个更可怕的结论：狮群里有指挥者，是指挥型变异体。他指着监控里一个站在狮群后方的身影，你看他从不往前冲，就站在后面，他一动，狮群就跟着变方向。这东西有智慧，懂得战术，在一点点消耗我们。第15天早上，剩下的7个人坐在一起开了最后一次会，守不住了。父亲开门见山，水最多撑7天，食物还能撑半个月，但狮群总共也就是这2天的事。巨型丧尸一直在撞外墙，西侧的墙体已经开裂了，撑不了多久，我们必须突围。他铺开市区地图，指着一个位置，5公里外有个消防支队，高墙大院，营房都是混凝土结构，里面肯定有物资和装备，是最适合防守的地方。我们凌晨2点出发，那时候丧尸最迟钝，从货运通道绕出去，沿外环走，尽量避开居民区。没有人反对，留在这是等死，突围还有一线生机。接下来一整天，所有人都在准备突围物资，每个人背一个登山包，装3天的食物、水、药品和必备工具。父亲把仓库里的柴油和干粉灭火器布置成了引爆装置，接了定时引线，我们走后半小时自动引爆，能拖住狮群很长时间。能带走的都带走，带不走的也绝不能留给那些东西。父亲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神很冷。我们都以为还有1晚的准备时间，总攻却在当天下午突然来了。最先察觉不对的是守监控的李军，他突然喊了一声：“不好，狮群动了，全往这边来了！”我们凑到屏幕前，心里瞬间沉到了谷底。密密麻麻的丧尸像黑色潮水一样从4面8方涌过来，看不到边际，嘶吼声震的窗户都嗡嗡响。最前面的就是那只2米多高的巨型丧尸，他身后跟着10几只力量型变异体，低着头，闷头往卷帘门撞，哐哐哐，每一次撞击，整个仓库都在震动。钢管门的焊缝瞬间就裂开了，铁皮扭曲变形。所有人拿武器退守2楼，快！父亲大喊着，一把抄起消防斧。我们刚跑到2楼楼梯口，就听到轰隆一声巨响，1楼的卷帘门和钢管门先后被撞破了，狮群像潮水一样涌进来，嘶吼声震耳欲聋。王浩生前焊的第2道铁门发挥了作用，丧尸挤在门口，疯狂地抓挠撞击。我们从观察孔里往外看，每一斧都能劈中丧尸的脑袋，黑血顺着门缝流进来，在地上积了薄薄一层。但丧尸太多了，前赴后继，踩着同伴的尸体往上堆，铁门的缝隙越来越大，有几只丧尸的胳膊伸了进来，爪子乱挥。李军躲闪不及，胳膊被划开一道深深的口子，鲜血瞬间涌了出来。不行，铁门撑不住了，撤到3楼！父亲嘶吼着，一斧子剁掉伸进来的2只爪子。我们边打边退，往3楼跑。刚关上3楼的木门，下面就传来铁门倒塌的巨响，丧尸顺着楼梯往上涌，沉重的脚步声密密麻麻，像敲在人的心上。3楼的木门是实木的，看着厚实，其实根本挡不住变异丧尸。父亲让母亲带着刘兰和朵朵去窗边固定缓降绳，准备下滑。他和我、李军守在门口。爸，现在引爆吧，再晚就来不及了！我大喊着，抵住门。不行，现在引爆，整栋楼都可能塌，我们也跑不掉。父亲一边用肩膀顶住门，一边说：“再撑1分钟，等他们下去。”就在这时，门外的撞击突然停了，死一般的寂静，只有丧尸沉重的呼吸声隔着门板传进来。我们对视一眼，都感觉到了不对劲。下一秒，砰的一声巨响，木门中间被硬生生砸出一个凹洞，一只巨大的拳头从洞里伸了出来，指节上全是黑血，是巨型丧尸。他居然挤上了楼梯，木门根本不堪一击，几下就被砸得稀碎。巨型丧尸弯腰挤了进来，他的头都快碰到天花板了，眼睛泛着红光，死死盯着我们，像一堵移动的肉墙。而在他身后的楼梯口站着一个身形和普通人差不多的丧尸，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西装，身上很干净，不像其他丧尸那样浑身血污。他站在狮群中间，没有上前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我们，灰白色的眼睛里居然带着一丝戏谑。他就是指挥型变异体。那一刻，空气仿佛凝固了，巨型丧尸堵在门口，挡住了所有退路，身后的狮群蠢蠢欲动，而那只指挥型丧尸就像个高高在上的骑手，冷漠地看着困兽犹斗的我们。李军骂了一句，握紧手里的螺纹钢，胳膊上的伤口还在流血，他却像感觉不到疼。父亲把我往身后拉了拉，声音压得很低，等会儿我引开巨型丧尸，你带着你妈他们从缓降绳走，往货运通道跑，引爆装置定时在10分钟后，我拖住他们，随后就追上你们。我不走！我咬着牙攥紧消防斧，要走一起走。话音未落，指挥
挥型丧尸发出一声低沉的嘶吼，巨型丧尸立刻动了，他举起拳头狠狠砸向我们，我们3个立刻散开，拳头砸在地板上，混凝土瞬间碎裂，炸开一个大坑，碎石飞溅。父亲扔出2个燃烧瓶，火焰在巨型丧尸身上炸开，他发出痛苦的怒吼，胡乱挥舞胳膊，旁边几只冲上来的普通丧尸直接被他砸成了肉泥。趁现在去窗边！父亲大喊。我们往窗边退，巨型丧尸被火焰挡住了几秒，很快又冲了过来。指挥型丧尸站在后面，不断发出短促的嘶吼，指挥狮群从2侧包抄。母亲他们已经固定好了3根缓降绳，刘兰先带着朵朵滑下去，紧接着是母亲。李军，你先走！父亲喊道。我断后，你们先走。李军拿着钢管砸翻了一只冲过来的丧尸。少废话，带着他们走，我和我爸随后就来。我一把把他推到窗边，李军咬了咬牙，抓着绳子滑了下去。现在3楼就剩我和父亲2个人，被狮群逼到了窗边。巨型丧尸一步步逼近，浑身还冒着黑烟，身后的指挥型丧尸发出呵呵的声音，像是在笑。儿子，还记得我教你怎么用高压消防泵吗？父亲突然问。我愣了一下，立刻点头。仓库卫生间有独立的高压水泵，连接着地下储水罐，压力能冲碎砖块。3楼卫生间有接口，消防水管盘在墙角。父亲快速说，你去接水管开泵，对着巨型丧尸喷，我去拿柴油桶，今天我们烧死他们。我立刻往卫生间跑，几只丧尸冲过来，父亲挡在门口，斧刃翻飞，黑血溅了他一身。我找到消防接口，快速接上水管，拧开水泵阀门，强大的水压瞬间灌满水管，水管猛地绷紧，我抱着水管冲出去，对着巨型丧尸的脸就喷，高压水流像子弹一样打在他脸上，冲击力直接把他冲得往后退了2步，他睁不开眼，胡乱挥舞着胳膊。父亲趁机拎着2桶柴油跑过来，对着巨型丧尸和他身后的狮群劈头盖脸泼过去，柴油顺着水流散开，铺满了半个3楼地板。跳！父亲大吼一声，掏出打火机扔了出去，轰！火焰瞬间升腾而起，半个3楼都陷入了火海。巨型丧尸被烧得发出凄厉的惨叫，在地上打滚，带倒了一片普通丧尸，火焰顺着他们的身体蔓延，整个楼层都变成了炼狱。指挥型丧尸反应极快，往后退了好几步，没被烧到，但他身边的狮群几乎全变成了火人。我和父亲抓着缓降绳，飞快地往下滑，刚落地，头顶就传来轰隆一声巨响，3楼的楼板被烧塌了，火焰从窗户里喷涌而出，照亮了大半个物流园。走，去货运通道和他们会合。父亲拉着我往仓库后面跑，身后的仓库还在剧烈燃烧，火光冲天，园区里所有的丧尸都被吸引了过去，嘶吼声震天动地。我们跑到货运通道入口，母亲他们正等在那里，看到我们过来，都松了口气。李军的脸色很白，后背又添了一道伤口，是刚才落地的时候被游荡的丧尸抓的。刘兰正在给他包扎，眉头紧锁。还能走吗？父亲问。能。李军咬着牙站起来，死不了。货运通道里很黑，只有我们手里的手电光。通道很长，直通园区外的外环公路，两边都是封闭的墙体，相对安全。我们快步往前走，朵朵趴在刘兰怀里，很懂事的不哭出声。走了大概一半，前面突然传来了低沉的嘶吼声，我们立刻关掉手电，躲在柱子后面，借着远处透进来的微光，能看到通道出口站着几只丧尸，而最前面站着的正是那只西装革履的指挥型丧尸。他居然提前绕到了这里，堵死了我们的退路。这东西成精了！我低声骂了一句，没有退路了。父亲握紧消防斧，声音很冷，后面的狮群很快就会追过来，只能硬拼。目标是指挥型，杀了他，剩下的丧尸就乱了。我们把女人和孩子护在身后，4个人呈扇形慢慢往前挪。普通丧尸率先冲了过来，我们4个背靠背，斧子和钢管轮番挥舞，黑血飞溅。普通丧尸不难对付，但指挥型丧尸一直躲在后面，时不时发出嘶吼，指挥丧尸攻击我们的薄弱点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我们耗不起。李军喘着气说，他后背的伤口又裂开了，鲜血浸透了衣服。父亲扫了一眼周围，看到通道边上堆着几个废弃的油桶，眼睛一亮，儿子，你左边绕过去吸引他注意力，李军，你右边包抄，我去拿油桶。我点点头，握紧斧子，从左边绕了过去。指挥型丧尸果然注意到了我，发出一声嘶吼，2只丧尸立刻朝我扑过来，我侧身躲开，一斧子砍翻一只，另一只爪子擦着我的肩膀划过，撕开了一道口子。就在这时，李军从右边扑了过去，一把抱住指挥型丧尸的腰。那丧尸反应极快，爪子一扬，狠狠抓在李军后背，深可见骨啊！李军闷哼一声，却死死抱着不撒手。父亲拎着油桶冲过去，把半桶柴油全都泼在了指挥型丧尸头上。那丧尸发出尖锐的嘶吼，推开李军就要往父亲身上扑。我捡起地上的钢筋，用尽全身力气扔了过去，钢筋带着风声，正好扎进了他的右眼，从后脑穿了出来。指挥型丧尸身体猛地一僵，抽搐了几下，直挺挺地倒了下去，再也没了动静。剩下的几只普通丧尸瞬间就乱了，漫无目的的乱撞，再也没有章法。我们趁机冲上去，一一解决。李军瘫在地上，后背血肉模糊。刘兰赶紧跑过去给他包扎，眼泪止不住的掉。你傻不傻啊？不要命了？李军笑了笑，笑得很虚弱。总得有人上。我们不敢多停留，简单处理完伤口，继续往前走。出了货运通道，就是外环公路，路上空荡荡的，没有车，也没有人。远处的城市里，零星的火光和浓烟升上天空。曾经繁华的城市，如今成了一座死城。我们沿着公路往消防支队的方向走，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朵朵趴在刘兰怀里睡着了，母亲紧紧牵着我的手，手心很暖。父亲走在最前面，背挺得很直，像一座山。走了将近2个小时，我们终于看到了消防支队的大门，高墙紧闭，墙顶上有巡逻的人影，手里拿着武器。父亲拿出强光手电，对着上面闪了3下，这是消防系统内部的
求救信号。很快，大门打开了一条缝，几个穿着消防服的人探出头，手里拿着防爆叉和斧子。你们是幸存者，我们是做消防器材的，知道这里有防御点，过来投奔。父亲大声说。他们仔细检查了我们的伤口，确认没有被咬伤抓伤，才打开大门放我们进去。支队大院里已经聚集了100多个幸存者，大多是附近的居民和留守的消防员。他们建立了完善的防御工事，有发电机、净水设备，还有电台，正在和周边的幸存者据点联络。安顿下来之后，我站在大院的墙顶上，看着远处被夕阳染红的天际线，城市还在沦陷，不知道这场灾难什么时候才会结束，也不知道明天还会遇到什么样的变异丧尸。父亲走到我身边，递给我一瓶水。怕吗？他问。我摇摇头，握紧了手里的消防斧，斧刃上还有没擦干净的黑血，沉甸甸的。以前怕，现在不怕了。我说。父亲笑了笑，拍了拍我的肩膀。晚风拂过，带着硝烟和尘土的味道。好小子，记住，只要活着，就总有希望。远处的残阳渐渐沉了下去，夜幕再次降临。但这一次，我们不再是孤军奋战，灾难还远没有结束，但属于我们的新生才刚刚开始。